嗨，欢迎来到扭转乾坤，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。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。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 SCIB 的分析，介绍了它2021年疯狂的涨势。那么今天我们不会先说 Garim 的第二家公司，我们将会留到下个礼拜再说。今天我们将会分享最近小编看到操作非常神奇的公司。这些投资专家把上市公司的沃伦、母股和 PA 玩得出神入化。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、点赞并分享这支影片出去哦，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把我们推得更远，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。那么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一家叫 Nisshin 的公司。关于这家公司的业务，小编我之后会另外制作一支影片来介绍。那么今天主要是要让大家看他最近少数投资专家才懂的神之操作，这种玩法也算是马股里面比较新颖的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看。首先我们来看Nisshin的股价在2月4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。我们看到它在3号闭市时的股价是在27仙，但是在4号开市时却直接开在了19仙，下跌了整整29%。大家先别感到惊讶，等下会为大家一一说明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他们的沃伦 B 在4号时又有怎样的变化。我们可以看到在4号开市，反而沃伦 B 的股价先开低在 10.5仙，然后再涨到 12.5仙，上涨了 19% 之多。那么为什么沃伦 B 会开低之后再高涨呢？为什么母股会下跌？和为什么本应共同进退的沃伦 B 和母股股价反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？接下来小编我就为你们解答，然后告诉你们投资专家是怎么从中获取利益，因为这个操作也彻底破坏了原本的知识和游戏规则。这一切都要从Nisshin最近进行的 2 for 1附加股 Right Issue 说起。但是有别以往的是，这一次Nisshin并没有直接让原本持股的股东以更便宜的价钱买到附加股，而是使用了这个可转换优先股，也就是 RCPS Redeemable Convertibles Preference Share 或者称为 PA。 那么这个 RCPS 又是什么呢？它的操作有点像沃伦，但是它是有固定利息，而且可以转换母股的。那么简单来说就是，如果今天你有 RCPS 在手，你就可以用它的 Conversion Price 的价钱去换取相对应的母股数量。那么这一次Nisshin的 Right Issue 就是使用了这个操作，也就是凡是持有一个母股的人将会获得2个Nisshin PA 的认购权，也就是 PR。 那么假设你有着Nisshin的母股，然后你持股到2月4号，你将会有权利利用1 cent 的价钱把你手上的认购权去购买 PA。 那么到这里你们应该清楚吧？好了，接下来什么又是优先股呢？怎样才能转换成母股？转换成为母股又需要多少钱呢？那么在Nisshin的这个情况之下，一个 PA 的 conversion price 是12仙，也就是说你用1仙买了 PA 之后，你就可以再加上11仙去把这个 PA 换成母股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在2月4号之前持有Nisshin母股的人，就可以用12仙的成本在2月4号换取一颗 20.5 仙的母股。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稳赚不赔呢？这里先等等，让我继续为你们讲解下去。那么如果当一家上市公司发行附加股，母股股价在 X date 就会有所调整，所以以Nisshin在 COM date 也就是2月3号的股价是在 26.5 仙到27仙来计算。根据 Bursa 的 formula，理论上Nisshin发行了2 for 1附加股过后，母股股价就会被调低到 24.5 仙。所以如果假设股价一直保持在20仙，当初在27仙买了母股的人将会亏掉调整的7仙，但是却可以赚取用12仙成本换回来的母股，也就是20仙减去12仙，每股净赚8仙。而2个优先股能赚取16仙，再减去亏掉的7仙，就还能再赚多9仙。听上去是不是很诱人呢？什么都不用做就能赚钱。那么如果你想买的话，这里需要注意，因为 PR 的交易将会在2月16日截止，然后购买了 PR 之后，需要在2月23日之前呈上申请，以把 PR 转换成为 PA。
而每股转换的费用是1仙，也就是说，以当下为例子，现在的股价虽然在19仙。PR 是在3仙，那么3仙再加上转换母股的成本是1仙和1仙，也就是用15仙就能在3月8号得到一个现在市值19仙的母股，也就是赚了差价4仙，大概有着26%的回酬。但是在购买前的投资者一定要知道，在2月16号 PR 将会停止交易到3月8号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母股股价跌超过15仙，投资者将会面临损失，但是也并不需要担心太多，因为这个 PA 是有个5年的期限 time value 的，也就是说3月8号之后的5年内，只要母股股价超过15仙，那它还是能赚钱的。那么说完了 PA 的影响，我们来看看之前 Warren B 为什么却在4号 Right Issue 股价调整后大涨呢？这个我们就要知道你信 Warren B 的另一个操作，而这个才是今天的重头戏。首先，当你信发行了 PA， 这就会增加母股的数量，这也将会降低母股的股价，而且 Warren B 的股价也会受到影响，间接调低。所以这时 Warren B 持有者也会得到所谓的相应赔偿，那就是每1000个 Warren B 将会附加多238个 Warren B， 而 exercise price 则从原先的 13.8 仙调整到5仙。这一切是不是看似理所当然？但是实则后面正在酝酿着一个大漏洞。那么为了让你们了解这个漏洞，我们就先要知道Nissin 调整后的母股和 Warren B 的股价。首先回顾开头，我们说过 Nissin 母股的股价在2月4号之前股价是在27仙，而2月4号做了调整的股价是定在 24.5 仙，而 Warren B 2月4号之前的股价是在12仙，而经过调整 Warren B 股价是定在 9.5 仙。那么为什么开盘的时候母股的股价就从 24.5 仙跌到了19仙呢？下滑了整整 22%， 而 Warren B 却从 9.5 仙上升到了 12.5 仙，大约 31% 的涨幅。那这个就是神奇的地方。首先，这意味着高级玩家都在抛售母股的同时大量买入 Warren B。那么现在就来解释其中的原因和操作。你新的 Warren B 的 conversion ratio 是 1:1， 也就是说一个 Warren B 可以换取一个母股，而调整后的股价却是 9.5 仙。那么 exercise price 也从 13.8 仙降低到了5仙，之后转换母股的成本就是 Warren B 股价加 exercise price， 也就是 14.5 仙。聪明的观众现在应该看出其中的蹊跷了吧？也就是说2月4号当天，你以 14.5 仙的成本就能换取价值 20.5 仙的母股，就好像商场做大减价一样，母股给了你一个6仙的 discount， 这也就是当时看准机会的专业投资者抛售母股买入 Warren B， 从中大赚一笔。但是经过此事之后，小编猜测Bursa Malaysia 也察觉到了这个漏洞，并且进一步修改了他们的 guideline， 以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只赚不赔的事件。而这件事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Nissin在有着 Warren B 的情况下做了 PA 附加股，而导致 Warren B 和母股的调低 reference price 在2月4号当天没有达到完美的平衡所制造出来的差价。而这就是股市中的秘密。那么你们觉得现在有着4仙差价的Nissin PR还值得购买吗？喜不喜欢小编分享这一类的知识呢？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你们的看法和为这个影片点赞哦。下期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